知道白如雪被关起来了吗？我觉着白如雪可能知道你姐当天被害的内幕。你来了。是我。我知道，苏雨念嘛。你怎么知道是我？对于涂家胜而言，我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他不会来看我的。而其他人嘛，恐怕也没有这个机会。只有你苏雨念，拥有繁华深处所有门禁权限，除了你，还能是谁呢？问吧。得罪了涂总，我凶多吉少。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告诉你。你知道我要问什么吗？关于你姐安若曦吗？你怎么知道？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给你发过匿名邮件。你是说，那封邮件是你给的？是我。你哪来的那些证据和那些监控照片？妹妹啊，你可太单纯了。咱们繁华深处的姑娘，但凡混得还可以的，谁还没几个书场在手里呢？你为什么要如此费心费力地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要查明真相，灭了涂家胜。郑哥，你只要记住啊，从明天起，在我发话之前，谁给你递条子都别接。相信做大哥的一定能做到，对吧？哎，小峰，我好久没有见师傅了，他老人家最近可还忙啊？他老人家呀，还时常念叨你呢。他老是说，他说：“哎呀，那个小郑啊，作为我的老部下，跟了我那么多年，到现在还在警署里做一个小署长。他老人家面子上过意不去啊。”哎呀，你说我这事儿还一直让师傅惦记着。哎呀，啥都不说了。小峰，你咋说，哥咋办？哥信你。不过你得答应哥，别把自己搭进去了。啊！哎呀，你放心，不是为了安若曦，我没那么喜欢她，是因为我喜欢的人而已。你喜欢的人？四哥聂风，想必你听说过，对吗？妹妹啊，你很聪明，可是你还是太年轻了。我知道，今天你来见我，涂总是知道的，对吗？真作假时，假亦真啊。所以呢，我可以去吗？你不告诉我，那肯定是不行。但是你既然开诚布公的说了，那我觉得可以。行，谢谢。客气。白
无雪，你也很聪明，而且很擅长伪装。曾经，我真的把你当成我初来乍到、照顾我的大姐姐，可没想到，你背后却如此阴毒。无知蜜糖，如吃砒霜罢了。所以你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向聂风示爱。示爱？涂家胜来问我，我没承认。今天既然你来了，我承认，我喜欢聂风。从我进入繁华深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他。你没见过，所以你不知道。只有你见了，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出身，什么叫贵气，什么叫做豪门。难道只有他是吗？吴总不是，六总不是吗？笑话！六总孔武有力而智谋不足，吴总不过是从贫民窟里爬出来的幸运儿罢了，靠着不堪的手段上位。四哥只要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他从云端跌回到泥里，啪，什么都没了。说吧，具体需要我做什么？郑哥，需要你帮一个人弄个新身份。你的身份？不对呀，你走的时候不是有俩身份吗？不是我，是我一个小兄弟，他最近摊上点事儿，旧的身份用不了了，得换个新的。谁呀？具体什么情况？进来吧。他要是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厉害，又何须要你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更没有必要把那些匿名邮件发到我手里，故意勾起我的那些。够了，你懂什么？要不是四哥重情重义，顾念兄弟情分，还需要我在这儿处心谋略吗？他逼走了四哥，让四哥这么多年来逃离在海外。可是四哥依然不忍心对他下手。好，他下不了手，我来呀！让我将这个不仁不义的小人灭了，让我将他送进监狱。你就那么确定是涂家胜杀了我姐？不然呢？哎呀，你姐没给你托梦吗？我有的证据全都给你了，你去查查，去看看。他们哥仨当年定制的那个手环，涂家胜的那条还在不在？警察在案发现场的草丛里找到了一条一模一样的手环。妹妹啊，我是将死之人，我言尽于此。你好自为之吧。我的四哥，你让我说给苏雨念的话，我都说完了。但愿能达到你的目的，我也算没白白回来受苦了。秦伟，郑署长好。这是玩的哪一出啊？郑哥，你是不是忘了？
那个地方原来就是我的地盘儿。这么说，秦伟绑架苏雨念，也是你安排的？是我安排的。那不对呀，绑架了又让人去救，还差点折了自己的兄弟，你这到底打的什么算盘？郑哥，有些局呢，就得这么下。有些人不经历点事儿啊，是永远不会死心的。哎，尽我们的默契。你这还是那么让人琢磨不透啊！怎么了，唐首长？这六总匆匆叫我来，连面儿都不露了。六总有事，实在走不开。哼，哎呀，唐州长，咱们今天要进的是999包房。999，那不是？自从繁华深处成立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进过999。苏总说了，您是自己人，应该进999。哎呦，受宠若惊啊！受宠若惊啊！请，请。哎，这边请。吴总啊，您这繁华深处的999房间，鄙人还真是不敢轻易踏足啊。别谦虚了，老大，这边请。这杯你喝了，以后啊，跟着你郑哥好好干。郑哥啊，以后还请您多多观察了。哎，等等，你的意思是让他当警察，用我给他办的新身份？郑哥，光当个警察可不够。哎，我看你身边那个队长就不怎么样。郑哥，身边总得留个自己人，对吧？来，尝尝这茶。老唐啊，淡鼎州这几年在你手里，不管是招商引资还是民生工程，桩桩件件都办在了点子上。但是你可知道吗？有的时候业绩好，也是一把双刃剑。涂总妙赞了，但不过话说回来，这淡鼎州的发展啊，是这全州上下一心的成果。我唐某人不过是个执行者，不敢居功啊。老唐，这里是999，是我自己私人的地方，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你不要有太多的顾虑。这商场如战场，埋头做事可是不够的。我们繁花有的是资源，就看您愿不愿意携手共进，把这淡鼎州乃至整个国的天再往上抬一抬。郑哥，你慢慢消化。我呢，先给你讲讲这小子那天是怎么从工厂逃出来的那故事。涂家胜，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想说的太多了，但是没有什么用。我承认，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也没办法得到四哥的信任。谢谢你。过去了，
过去吧。说吧，你准备怎么杀了我？是枪毙，还是刀？是勒死我呢，还是我死？不行。一阵风，一粒沙，红了谁的眼？一段情，一场梦，人生已过半。所有的痴缠，谁愿？都是缘分使然。人生风景，无限风情。有人失落，有人惊醒，回首含笑，各自珍重，以后还有。四个，怎么样？我算的准吧？妈的，怪不得那天我们找了半天，连个人影都没找着。我不是看新闻上说，不都已经确切了那个秦某已经死了吗？你小子，不那么说怎么说？我们哪知道你们还有什么机关密道，还真能把你小子救出去啊！郑哥，还有一件事儿，得麻烦你去办。上次我去给安保系统补漏洞的时候，留了个心眼儿。现在我可以随时随地的黑入繁华深处的监控系统。涂总的那个999包房，我进去过，看见过那个电视。我猜，涂总的房间里，应该有能随时查阅任何一处的监控系统。对，所以我去见白如雪就不能瞒着她，一旦被她从监控里面发现了，就很难解释清楚了。还有一点就是，云烟的死，也不是因为她进入999包房那么简单。最要命的点是因为她进入包房之后，随意翻动了档案袋，试图找到那些证据。我姐的死应该就和他们想要找的这个证据息息相关。证据？什么证据？应该就是事关涂家胜乃至整个繁花深处的证据吧，应该还挺要命的，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紧张。你说的对，应该就是涂家胜的犯罪证据，就像上次你去偷听那些天字北姑娘们的会，足以证明繁花深处表面上做声色犬马的交易，背地里干的全都是买官卖爵的灰色产业。老唐，您是难得一见的好官，而我想要的就是让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国泰民安，其他的您无需多想。现在来看，应该是涂家胜和聂风之间出现了裂痕，他们俩这个裂痕使他们从兄弟变成了仇人。我姐生前找到的那些证据，到底是对谁不利呢？对谁不利，谁就应该是那个真正的凶手。对了，上次那个郑处长，我猜他手里应该有很重要的证据，只不过被涂家胜威胁了，所以拖了半年，随便找了个替罪羊。你就那么确定是涂家胜吗？老唐，这杯茶我敬你的坦诚，往后淡定州的事儿我们慢慢谈。
好。涂总啊，您这一说完了，该说二了。二就得慢慢道来了。这是一个局，更是一场豪赌。谢谢你啊，楚白。其实我和涂家胜，其实你和涂家胜什么？喂，你在哪儿？我在外面呢，怎么了？明天要去唐州长那边考察，你也一起去，回来准备一下吧。你们去考察唐州长的项目，我又不懂，我去干嘛？正因为你不懂，所以明天不能丢人。我给你准备了点资料，你回来看一看。我的意思是，我有必要去吗？别忘了，你现在是准老板娘。你都听到了，我得马上就走，咱俩随时保持联系。郑署长那边再一起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熟人，掏出点证据什么的。好。哦，对了，指纹能搞到吗？什么指纹？我猜，涂家胜的那些犯罪证据，应该都在他的电脑或者远程服务器里。以我的专业能力，黑进去问题不大，但如果他设置了生物密码，也就是指纹，那我就跨不过去了。只要有了指纹，我就可以复制指纹膜。好，没问题，那我尽快给你。好，那你在他身边小心一点。放心吧，先走了。喂，我是楚白。明天涂家胜要去唐州长那考察，你和四哥汇报一下，方便行动。好。谢谢。除了那些资料，明天还有什么别的需要我准备的？没有。其实，你并不是非要去。你离开，我不在身边，我会担心你。若曦又没保护好，她的妹妹。我绝对不会让他出现任何的意外。你就那么确定是涂家胜吗？现在我还不能确定，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姐这件事儿和涂家胜脱不了干系。我知道你不信我，但是你只要好好待着，别出意外，真相早晚会随着时间浮出水面的。那你姐说让我去666金杯酒，代表你先去暖个场，我能去吗？毕竟是内阁的人，你先去吧，我一会儿就来，少喝点。这有个信封。你先去吧。
老五，游戏正式。今天晚上的客人非常重要，都给我打起精神了。警察先生，我们现在不是营业时间。有人举报你们繁华深处涉嫌窝藏重犯，请配合我们搜查。让开。汉斯队长，我们繁华深处怎么可能窝藏什么重犯？是不是搞错了？警察先生，不是我不让你们进去，实在是我们的职责，就是为了守护繁华深处的安全。这样。容我去禀报一下曼妮姐，行吗？速度，别影响我们行动。哎，喂，聂总，长青泰市警署的老郑已经带人过去了，你还有多久赶到？应该时间刚刚好。记住啊，戏别演砸了，耗子要慢慢玩才有意思。放心吧，聂总，这次我会演得天衣无缝，让郑署长身不由己，让我这个内阁特派员尽显权威。很好。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接下来你该安排那个唐年松了。哎，你刚才唱到哪儿了？啊，算了算了，那就从头开始。这个老唐真有意思，咱们千里迢迢来找他，他跟咱们玩失踪。不过有一点啊，我觉得那个刘秘书说的对，这个老唐应该是真遇到事儿了，而且这个事儿是他没办法解决的，或者说，那个电话是能解决他的。老唐这么事儿的人，能解决他的，得是内阁往上。醉翁之意不在酒。署长大人，你怎么还亲自来了？这么大阵仗，这是有什么特殊行动吗？曼妮总，你们怎么回事嘛？我们怎么了？接群众举报，繁华深处娱乐城涉嫌窝藏化工厂爆炸犯嫌犯，全体都有了。封锁前后门，彻查其内部，尤其是地下场所，务必找到嫌犯。郑署长，您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曼妮总，我这也是没办法，上面的命是周玲，还往上。至于惊动那么大神仙吗？谁说不是呢？谁不知道10年前帕猜署长在这闹事的时候什么结果？现在还在牢里待着呢。安妮总，我这也是没办法。今天怕是得罪了。你等一下，我打个电话。曼妮总，好久不见。贺市长，现在应该叫贺专员了。这个房间的权限我也没有，只能等涂总回来才能进去了。我有。
敢问何专员，怎么会有我们繁花深处创始人才有的手环？那就让负责安若溪案的郑署长代我回答吧。曼妮总还不知道吧？这个手环是在安若溪命案的现场找到的。现场？我是奉内阁命令，负责彻查化工厂爆炸案专案组组长贺米克。你是白如雪吗？是我。郑署长，带走。是。郑署长，这人你不能抓走，他是涂总。曼妮总，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上面的意思。喂，曼妮，带队的是谁？你先撑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开快点！家里出事，白如雪被带走了。谁？四哥的字。何美克敢下黑手，心灵的小署长公然翘行，唐年松敢在饭局上玩巧事，还有今天公然明抢白如雪。我就不明白，这些年他老爷子病那么重，他连国都不回，跟我们两个除了对账，半个多余的电话都没有。他能是因为什么？为钱。钱？我们缺钱吗，哥？谁会嫌钱多呢？五哥，你不如就跟我直接讲，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是3年前，秦伟搭上了一门生意。那些天我抽不开身，是若曦带我去的。来，咱喝一个，来，祝我们共谋大业，共享盛举，干杯！来，干杯！干杯！你们几个陪好，陪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一会儿来啊！对，来，多久多久？秦经理，哎呦，宝贝儿，真漂亮。干嘛呀？秦伟，这事不能做，今天见就见了，回头就冷处理，不了了之吧。安若曦，你是不是疯了吧你？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如果干成了的话，我们能赚多少钱吗？你就只知道钱是吗？你知道被判无期和死刑的都是什么人吗？杀人放火、谋财害命、贩卖人口、制毒贩毒，你给他们讲人情，那就等于是放虎归山。长此以往，别说是我们某个人，就
就是这个社会，甚至这个国家都可能会被毁掉。不行，坚决不能干。安若曦啊，你太逗了！你是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是吗？啊，不对，我看你是把自己当老板了吧？还跟我玩什么社会国家？你要是真有本事，你怎么不去内阁任职呢？啊！我告诉你，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就是繁花深处的一只鸡。就算我再给你2根长毛，你也变不了凤凰的。我怎么了？我再说一次，这件事就算你报上去，涂总也不会同意的。是吗？枕边风很好用是吗？5个都听你的话是吗？没事儿，那边还有4个呢。你要真有本事，你把4个也睡了，我就服你。骚货！你。道歉，五哥，你让我对不起，对不起，安若曦，是我错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好了，嘉盛，道不道歉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件事要考虑清楚。不能做。没听清啊？我说不能做。行，我知道了。其实你没必要这样逼秦伟，到底是自己兄弟。他都那么得寸进尺了，你还帮着他？估计他会第一时间跟四哥汇报，就怕四哥支持他。你放心，四哥是个有格局的男人，有些钱他不会赚的，放心吧。先上去啊！哎，四哥，老五，翅膀硬了。钱伟给你打电话了？四哥，是这样的，这钱咱不能赚。这买卖一旦达成，那些放出去的人会把之前花掉的钱数百倍、数千倍的再挣回来。你想想，他们都是什么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看起来是跟我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生活在同一体制下，一定会反噬到我们身上。行啊，老五，我出来这几年你成长了，说大道理是一套一套的。四哥，你别误会，不管怎么样，咱们仨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既然我是你哥，那就听我的，这事儿结了。哥，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这事我有印象，当时秦伟因为这个事情还要报复若曦姐来着。他这个人，脑子
你是说若曦姐的事情吗？怪不得那天在废弃工厂你要亲自处置他，杀得对，千刀万剐，死有余辜。到最后，他还是没有承认。他当然不会承认。他要是有那个胆子，他也不会干这些恶滋事儿。他是不敢，那么谁敢？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就只能是4个了。来吧，难得老板娘有时间约我晒太阳，我请客。怎么了？穿的不对？那你怎么了今天？梦音，我有件事想要拜托你。这么严肃？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我要出去几天。如果我没回来，你说什么没回来？你赶紧赔，赶紧赔！梦一，你听我说完。不吉利。如果我出了事，有一个人可能会不甘心，甚至会查到繁华深处。你一定要帮我阻止他。你的家人？我妹妹，亲妹妹。梦一，你听我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有一个妹妹，包括涂家寿。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因为我相信你。我隐瞒我们的关系，就是怕有一天我出了意外，把她连累进来。但是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她不可能坐视不管。到时候你一定要帮我阻止他，不要让他陷入繁华深处的泥潭中来。若曦，你跟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听句劝行不行？你不要管涂家寿那么多事儿。所以啊，才有了我那天让你翻那个化妆包，我就是验一下。看来他早就知道自己凶多吉少，这事还瞒着涂家寿。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梦英姐。我得告诉你啊，我要是不告诉你，你就自己到处乱查，这样你更危险。你放心吧。这事儿我不会激进处理的，但是我必须要查清楚真相，不能让我姐死得不明不白。一个赫鲁克，加一个老郑，我爸吃得下。你爸什么级别？郑州啊，以前贺市市长，没问题。他现在是内阁的特派员，隶属于皇家安保处。你想想谁负责？你也说说，4个他爸。那怎么办？干等着。弟妹想说什么就说呗。
等一下，你再叫一次。叫什么？曼妮。曼妮。不是，你刚才不是这么叫的啊。好了好了，好话不说第二遍啊，咱就有正事儿的。说吧，曼妮。赫赫正这个时候特地拿出你的手环，我怕不只是带走白如雪这么简单。栽赃陷害嘛，有什么用呢？谁信呢？喂，水白。哦，我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呢？不好意思啊，雨念，有点耽误了，我马上就到。啊，行，没事，那我等你一会儿。拜拜。哎，你们知道那个繁花深处的花魁安若曦吗？那谁能不知道啊？据说国色天香，功夫了得啊！嗨，那有啥用啊？还不是被人给搞死了？啊！你们知道是谁杀了他不？谁的？哦，是啊，他是被涂老板杀死的。啊？哎，对啊，你小舅子在警署工作，知道内部消息？哎，快说，快说。那个安若曦想劝涂老板进门洗手，那涂老板哪能同意啊？那个安若曦就闹啊，最终把自己命都闹没了。瞎说吧，不至于啦。那女人嘛，闹一闹很正常的。你们不知道，那个安若曦偷偷拿到了涂老板的犯罪证据，威胁信徒的进门洗手。这么夸张吗？走了，回家找婆娘去了。等会儿。雨念，怎么了？没事儿。你什么事儿啊？还不能在店里说。吃面啊，面不错啊。你知道白如雪被劫走的事儿吗？我们正在淡定中呢。六总接到电话，这不就赶回来了？那个地下室的密室一般人进不去，连白曼妮都没有权限，这个你知道吗？应该只有涂总、六总，还有我的这个能打开。对啊，那他们怎么进去的？撬锁？我黑进了监控，找到了这些，你看看。哦，这个你见过吗？谁的？据说他们哥仨一人一只，是当年繁华深处刚成立的时候找人定制，只有3个，算是孤品。我那个发小，哦，就那个保安小赵，当时他在现场，他告诉我说，是郑署长明确说，这个手环是在你姐家的案发现场找到的，并且说是涂家胜。涂家胜的？怎么可能？具体我也不能确认，现在只有你和他走得近，可能需要你调查一下。目前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陆总，这是您的吧？在包房的餐桌上。谁留下的？您刚出门，我们进去打扫，保洁发现的。哪个保洁发现？我也不认识，他戴着口罩，我没看清楚，应该是新来的。喂，谁啊？哎，你不是刚看了咱俩小时候的照片吗？你小子不想你4个吗？过来见一面吧。好的，哥。怪我，不应该给你看这些的，这对你来说太残忍了。你怎么弄到的？你上次见了郑署长，他对你一向还不错，我的人又提了你，最终才搞到的。你仔细看物证了吗？
还真是赫米克用的那条。我们现在只需要确认涂家剩的手环还在不在，这或许才是突破口。哦，对了，指纹，今天能弄到吗？今晚。那你一定要小心。问吧。什么？你特意把我叫来天台，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问吧？问了也没用，涂总又不肯正面回答我。问。我姐被害当天，你到底在哪儿？你到底有没有去过别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就要从你姐出事的前1周说起。那天，你姐突然对我说：“嘉盛，我想出去散散心。”散心？去哪儿散心啊？我也没想好，就是想出去走走。不行，你等我。你姐当时说的很诚恳，我没有理由不答应。我们约定好1周后她准时回来，我会去机场接她。可没想到那天，我竟然跑了个空。嘉盛，航班号发给你了，你开车来接我吧，别再死气了，我有话对你说。喂，安若曦，你在哪儿？回家。说好的在机场等我，你姐却先回家了。我当时确实想去别墅找她，但是你姐却说，晚些她自己过来。咱们确实应该好好聊聊。那见面说吧。之后，我刚好接到四哥的电话，质问我为什么怠慢贺市长。于是调转车头，我就回到了店里，去参加贺市长的饭局。即使是这样，还是迟到了2个小时。还是不信我，对吗？信，胡总说的话我都信。我记得你有一条很特别的手环，和我们的都不一样。对，那是我们3兄弟特意找匠人定制的。但是你们的手环，包括你姐姐留给你的那只，都是后来工厂统一定制的。苏雨念，我知道你在查什么。我再说一遍，不是我，我不可能杀你姐，你能懂吗？但是，我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去看看那只手环，可以吗，涂总？可以，就在我抽屉里。到时候我也会把事情讲给你听，因为这里面的事情很……好了，看在涂总这么真诚的份上，给你调杯酒吧。一分愁绪还是千丝万缕，今晚奉陪到底。在这儿，早有准备。好，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四哥，好久不见，六弟。哥特意给你准备的。都什么年代了，还能找到这种老汽水呢？这个世界上呢，只要你肯花时间、付出精力，没有你搞不到的东西。哥，你家真大啊！快，专门给你留的汽水。哥，你真好，我最爱喝这个了。你放心，以后要是有一口我喝的，就绝对少不了你的。哥，你对我真好，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快喝吧，
我呢，永远都是你哥哥，只要有我一口喝的，就少不了你。坐。千丝万缕和一分愁绪，涂总想先喝哪杯？千丝万缕，一分愁绪。我姐当时用这首词为这2杯酒取名字，现在看，有点一语成谶的意思。我知道，即使你相信我，也不会原谅我。毕竟，我没保护好你姐。说说吧，你和我姐的故事。故事很多，从哪儿说起呢？还是联系不上6总，常去的地方都找遍了。随便，我都想听。继续找，必须找到。那就从你姐的梦想说起吧。为了这个梦想，她真的付出很多。开始吧，今晚酒管够。涂总，敬你一杯。刘弟，今天叫你来呢，就是想跟你说，四哥这么多年没有让你做过，以后也绝不会让你去做两难的选择题。你、我、老五，我们仨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退一万步，哪天我跟他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了，也不影响你们俩。你俩永远是最好的哥们儿，最默契的搭档。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四哥？我这次来呢，也是想跟你问问清楚，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真想知道？行，那我就一五一十的讲给你听。这一切都要从你那亲爱的五哥当年置我们家老爷子的一世清明于不顾，任我被迫沦落天涯而不管，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开始说起哟。2小时前，六哥收到一封信，里面是一张小时候的合影。之后他接到电话就离开了。我又调了2杯，继续吗，涂总？涂总，涂总。楚白，拿到了。我姐在日记本中提到过，涂家胜酒量并不好。那天调的酒里面，我加了2倍的 whisky。真有你的，拿到了就好。有了它，我就可以闯过最后一关，拿到那些文件。楚白，是不是风险很大？是，
没事儿，我不怕。只要能将他绳之以法，给你姐报仇，一切都值得。但是在我看来，他对我姐是真爱。我是学心理学的，眼神和微表情骗不了人。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是。哎，对了，关于你姐出事那天涂家胜的行程，他怎么解释？可信吗？他说，他根本就没去过我姐的别墅。果然。果然什么？没什么，我是说，他果然不敢承认。通过我这几天的调查，我发现涂家胜一直在背地里做着买官卖官、行贿受贿的黑色交易。这些交易由繁华深处所谓的那些公关佳丽进行分头对接，之后的钱款通过储值卡的方式进入到繁华深处，再由涂家胜进行再分配。我怀疑，我们要找的那些证据，就是你姐找到的那些，也就是那些交易视频还有账本。来尝尝，你没喝过的，也挑人。不错。知道什么价吗？这么贵。不喜欢他的人啊，他分文不值；喜欢他的人啊，重金难求。同样的茶，在不同的人口中，是不一样的味道和身价。吴哥，茶叶我不懂，但有我自己的评判标准。这茶要是品习惯了，应该不错。对，别着急，慢慢品，品一品，就能知道其中的滋味了。吴哥说的对，茶得慢慢品。哎，对了，你不是说你姐给你留了东西吗？你可千万要保存好，我怀疑那里面应该有很重要的证据。放心吧，都收好了。哦，对了，你看这个。这不是他们哥仨定制的手环吗？没错，我找了当年他们身边的老人，没想到真的从工匠那里拿到了手环的设计图。这个手环当时有3条成品，还有1条样品，都被他们哥仨拿走了。样品和成品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防伪编码。这茶发酵时间长达数年，所以味道会有些刁钻。但正因为它经过岁月的沉淀，所以它喝掉之后啊，会口有余香，觉得玩味，不像一些流水线上的汽水。虽然是老牌子，但也只能复刻之前的味道，满足一些人的情怀罢了。其商业目的啊，骤然若揭。怎么样？你的五哥一定跟你说的是截然不同的版本吧？不用瞒我，我都知道。从老五察觉到我要回来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捏造一个完全扭曲了事实的过去，来讲给你听。但是六弟，我更知道，你并没有完全的相信他，对吗？赶紧喝了，好气儿就不好了。哎，来喝口茶，一会儿茶凉了就不好喝了。来，
再来壶热茶。人走茶凉啊，寓意不好。这茶凉不凉，还是跟感情有关。人走茶凉，在我们繁华存在嘛。你看，四哥走这么多年了，这不还是有他的头发交易？那这头把交椅只能是四哥吗？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昨天晚上我和四哥见过了。出去聊聊。五哥，你不好奇四哥跟我说过什么吗？不管他说什么，他都是四哥。从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了，就已经刻在骨子里面了。如果没有四哥，就没有我涂家胜。这份情谊，我永远都记得。有一个人叫黄维德，还有印象吗？燕月帮的黄维德。bingo， 好记性。这个黄维德确实是校长，但是你也知道，他背后的燕月帮的确实力强大。谁想到你那五哥为了一个女人，竟然要了黄维德的命？后面的事儿我就都知道。那个999是我安排人重新装修的。五哥跟我说过，他跟黄维德动手了。所以当年你是因为顶这个事情，所以才处理不好。是啊，都自家兄弟，扛一扛没什么，小问题。再加上我们家老爷子也算位高权重，对方也不敢太过造次。但是我没想到，最后造次的却是老五。老五一定跟你说过，当年秦伟的那笔交易吧？那笔交易就是偃月帮提出来的，没想到你亲爱的五哥坚决反对，还把秦伟扫地出了门。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六弟，如果当年那笔交易成了的话，你的四哥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回国，老爷子也会平安无事。可是呢，就因为他的反对，把老爷子活活给气病，我也就更加不敢回国了。五哥，你了解我从来没把家世出身当回事儿。你能力强，下手狠，站得稳。但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真的佩服你？你为了若曦姐拒绝了大公主的侄女，你是这个。我从小就长在这个圈里，金钱啊、权力啊、人为这些东西能做出点什么，我全都知道。人人都想当人上人，只知道往上爬，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我想当人，但我没办法，我就生在这里边。不管怎么说，五哥，你是我最认的，我想让你知道这个。老六，我也一直把你当亲弟弟对待。话说回来，四哥扶持我上位，帮我顶事儿都是真的。我坚决反对那批买卖也是真的。我想，四哥也跟你说过了吧？而且，前几年，云烟背地里跟音乐帮干的那些勾当，我大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老六，四哥不应该动若曦，你能懂吗？你就那么确定是四哥干的？
来，楚白，喝咖啡，这是姐亲自为你手冲的。行了，姐知道你喜欢苏雨念那个小丫头，但姐之前那么做也是有苦衷的。既然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就让这事儿过去吧，你说对吗？谁和你是一家人？要不是一家人，你能坐在这儿吗？要不是一家人，你能为我们做那么多事儿？四哥呢？四哥答应过我，把这些事儿办完，他亲自见我。等着吧，我去叫四哥。小伙子长得很精神嘛，坐吧。你就是四哥，你也走。怎么，我不像？啊，怎么样？害怕吗？不是你跟我的手下说，我们兄弟仨都是杀人如麻，你现在卷进了我们的漩涡之中，一点都不害怕。爱情的力量真是坚不可摧，后生可畏。你说我和你的手下说过，那个保安小赵是你的手下？我的意思是，不止他一个。指纹拿到了吗？拿到了。那就好办了。接下来我自会安排，将涂家胜绳之以法。可是涂总的999包房我进不去，没有机会下手。这个你不用担心，交给我吧。我们呀，就给他来一个调虎离